好，大家好，来，我们继续。所以前面就讲说，我希望能够得到一个 convergent 的一个 learning 啊，那 convergent learning 的话，就变成说我现在很重要，就还要去考虑怎么样。我们刚刚有个最负方向，那我考虑它 learning rate 啊，所以还有一个问题还没解决。嘿，那我们来看用 second order performance function 哈，因为 second order performance function 会比较好说明这个 learning rate 的一个概念哈。所以这里呢，你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的。那如果说我今天把它变成 second order 哈，那 second order 的意思就是说我留常数项，好，留常数项在这里有没有？然后呢，我再怎么样，再留一次项，就变成这个式子。好，然后再来最后留什么？留这个二阶的哈，就得到这一项。那其他我就不理它了哈，其他我就不理它，就是说其他我就不去理它了。好，我就这边就完全不理它，有没有看到？我就打一个叉叉就不要。好，那这个就是数值分析的一个方法哈，一个方法。那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毕竟你还是要让 computer 能够计算，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的一个公式哈，要的公式。好，来分析这个公式，那我怎么去找到我的 learning rate 哈？好，那 convergent learning 就说什么叫 convergent learning？ 就说记得我们 x 就是 w， 我的 weight。好，那这个可以看到就是好，那每一次的话都有它的一个 performance function， 我们后面马上会给你们。马上在下一章或下面几章的话，我自己造一个 performance function 给你看那造完以后呢，按照那个 performance function 我就可以很精确的去设计我的这个我设计我的这个 neural net 的那个里面的这个 weight， 那最后就是我会看到那个 backpropagation 那这个就是所有的同学要在这个短短的5-6个小时就学会了。那接下去我们剩下大概3到4个小时就会来看那个深度学习其他的那些套件跟应用。更具体的 implement 这些概念好，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概念所以那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很清楚的，那 consecutive 就是连续的这个学习，就说这个连续学习里面的话，我们干嘛？好，就是这样一个连续学习 ，try to make the performance function to be minimum， 让这个 performance function 能够是最小，因为 performance function 在传统的 neural 里面，我们的叫做 error function， 那新的深度学习它叫什么 loss function， 我当然是希望我的 loss 最少最好，不要失误的最少最好。好，所以这个时候 make the performance function to minimum and the sequence of weight 就是这个 weight 的一个序列有没有to be converge， 它会慢慢收敛，就不会这么震荡。学了半天这个里面头壳里面的 weight 这么震荡希望呢 weight 能够怎么样？能够这一个converge。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的那我们来看看我们前面讲过说我要玩的这个，我已经把我的那个 performance function 变成是一个什么 quadratic form。好，所以可以看到这个 quadratic form 特别注意有没有？没有问题。那这个理由是因为从泰勒展开是来的，所以几乎任何函数它不要太差，它的那个性质不要太差，都可以变成二次。好，因为我们把它逼近了。那二次的话，那用最负方向来的嘛，这是我们前面就所学过最负方向。那最负方向就那我接着干脆我就用常数就好了，我就不要再用一个变化的一个 learning rate。所以很多同学在 implement 的时候都是用一个常数的值当做 learning rate， 所以这个是这边常看到所以这个那这样的话你看好，那对这个式子你可以看到等于是我们前面这个怎么样？对这个式子微分，一阶微分有没有？好，一阶微分呢就得到这个式子这个没问题。对它微分有没有？对 x 微分得到这个式子。好，那得到这个式子之后呢，你可以看到我的公式把它带进来啦，把它带进来有没有？这个式子知道了把它带进来有没有？带进来就得到这样的一个公式出来了所以好，那公式出来就把它整理一遍，就得到这个式子啦。哇，就得到这个数学式子有没有？就得到这个数学式子。那这个数学式子里面最累的地方在哪里？是在这一项有没有？所以我们就必须要怎么办？所以 which condition of alpha can make the learning process to be convergent？ 就说好，那这整个的一个学习过程里面，这样的一个什么样的 alpha 值会让它收敛？会让它收敛有没有？所以我们就必须往下看那最复杂的就在这个式子我们来往下看。那好了，因为我们创造出来的那个 Hessian 它是一个对称矩阵，它是对称矩阵这个先跑出来没关系因为后面要一个地方涵盖它所以我们就必须又回到很传统的线性代数里面去看我们的特征值跟特征向量那特征值就回忆一遍这个是一个 n 乘 n 的一个实数矩阵
ax 等于 lambda x， 那这个不是一个零向量的话，好，那如果说能够让 ax 等于 lambda x 成立，那 x 本身不是一个零向量，这个 x 就是叫做 eigenvector of a， 就 a 的那个特征向量。那这个那个 lambda 就是什么？就是 a 的 eigenvalue。好，所以这个就是在线性代数里面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那它的一个计算过程，你可以看到，好 x 就是说我现在直接用 a 来看，因为 a 其实是个线性式 ，x 经过 a 计算，再经过 a 的计算，你看就一次一次的计算，我们看到一直下去。那因为它本身这个 x 假设是 eigenvalue 的话 ，ax 变成 lambda x， 那再来就变成什么 lambda x 就变 lambda 平方 x， 如此类推，这边就 lambda mx， 这就变成是 lambda m 加 x。那这一系列的常常考试的话，又跟我们那个OS 有关的，就是什么马可夫欠，好，那个生死链问题这个生死链这个那个 birth and death problem 的相关的问题那当然这个有兴趣同学可以再回去看看那一段那我们这个很简单的可以看到原来它的计算到后来透过 A 的计算变这一系列这样的一个 eigenvalue 出来的是稍微有一点点小复杂了那好了，这个因为我们的那个 Hessian 本身是一个实数的对称矩阵，所以那实数对称有什么作用呢？像说研究所的入学考试常常会考这种题目，我给你一个实数对称矩阵，请你把它正交对角线化，说 orthogonal diagonal 的一个 property， 就是说好 A 本身是一个什么实数n 乘 n 的矩阵，那么它是对称矩阵，所以一定会存在一个方阵。好，那这个方阵是 P 的转置 P 等于 PP 转置等于 I， 那这个就一般我们定义称这个 P 叫什么？叫 orthogonal matrix， 使得怎么样呢 ？P 的 inverse AP 等于 D 会变成是一个对称那个对角线矩阵。那其实这个式子已经告诉我什么东西 ？P 的转置就等于 P 的 inverse 等于 P 的 inverse所以这个可以看出它这一块出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那这个 eigenvalue 这个它一定可以对角线化。而且每一个 eigenvalue 呢都是怎样？都是实数。那这个当然是有兴趣同学再去这个把那个线性代数给读熟。没有的话就把这个现象记起来。这是一个定理，非常重要的定理那这个 computing 的过程里面就告诉我们，你可以看到，我就把怎么样把这个式子转一下，转一下就是说等于这个式子告诉我怎样，就是说把这个式重新写一遍，有没有？就变成 A 等于什么 ？A 等于 P D P inverse 所以当 A 的 n 次方 A 的 n 次方那其实你可以自己简单的算一下 A 的 n 次方怎么样？就是 A 的 n 次方就等于什么？就等于 P D P inverse 再乘上 P D P inverse 乘有没有？乘到最后的 P D P inverse 那这中间就变成单位矩阵所以最后就剩下怎么样？D 的 n 次方剩前后的 P 跟 P inverse 好，所以这个变得非常简单的一个数学现象好，那这样的话呢对我们有什么帮忙？我就把这个一连续的那个计算有没有再重新写一遍？有没有就重新写一遍？所以最后就变成这个长相，这长相有没有？那会不会炸掉？会不会炸掉？好，会不会炸掉？所以原则上让这个式子不要炸掉，就是这个 eigenvalue 要介在什么？介在负1跟1之间。好，就是说这个式子尤其当 A 越来越大的时候怕它炸掉，那会炸掉原因就是因为什么呢？最后就变成这个式子，你可以看到就变成是 lambda 的那个 m 次方好，所以 lambda m 次方，所以 lambda 介在负1跟1之间的话好，这就不会有这个问题所以最后你可以看到好，最后结果就是说它就会怎么就是说只要介在这个中间的话呢很明显看出来怎么样好，它是会落到就变成是0或1那如果说等于1的话好，因为为什么说后来这个都不考虑的？因为一般的话这是个正定型矩阵好，那又要考虑到这个线性代数后面去了那正定型矩阵对称的正定型矩阵的话它本身怎样 eigenvalue 都是正数，所以这个 eigenvalue 一定是大于0小于等于1的时候是 OK 的好，所以这个时候情况之下当它是落在负1跟1之间不等于1的时候呢那它的 n 次方就等于0 m 次方 m 趋向无穷大是等于0那当这个 eigenvalue 等于1的时候呢无穷大的时候它就等于什么？等于1，所以只有0跟1的这个现象出来，有没有这个现象出来？竟然有那么多的现象出来所以这个不会太难。
所以我们再看一个例子，说老师怎么这么搞？因为我要节省计算，所以我就随便造一个 A 出来，造一个好可怕的 A 出来，有没有？总共有这一项一个2乘2的这个我故意造的故意造的嘿。那当然是秀给你们看，那我就找到一个 P， 找到一个 P 有没有？那怎么找就不管它了先不管它了。那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 P 的 inverse 等于 P， P 的 inverse 等于 P， 在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呢，那我就可以算出来，那 A 就等于 PDP， A 等于 PDP inverse， 所以这个时候呢then the convergent sequence can be shown as follow， 我就来算啊，有没有？你看算到最后的结果，你可以看到就如此的类推，一直算，没有它等于它，有没有看到？一直算，那最后的趋近无穷大。这个都是在研究所入学考试的常看到的题目了有兴趣的同学再把它追究一下。所以极限的时候就变成这样，这个的趋近无穷大的时候就变成是1000。那当然是你要先把 P 跟 P inverse 把它也要弄出来，那再跟它相乘，这就是我的x1。所以最后你可以看到我的 xn 竟然那么简单，就等于这个趋近无穷大的时候呢，就收敛成这个样子，就稳定下来了，所以这个是秀个例子。那如果同学看不懂，欣赏一下就好了因为这个毕竟还是在工程上面这个资工资工的话跟那个好像资工修过线性代数的同学他就要这个实力因为这个是我们在研究所入学考试要求的这个 label。那当然有兴趣的同学就再把课本给抱来读熟一下好，那我们再来看看，我来分析我的 learning rate。所以刚刚看到这个式子最后就卡在这一关嘛，所以这个卡在这个式子所以这个式子到底有没有收敛所以 suppose 这个式子是一个是 positive 的那个 definite matrix 它是一个正定型矩阵好，那刚才讲过，那正定型矩阵就是说，那这个时候呢那因为中间我就不要再去求它什么，因为它本身还是个对称矩阵，就不要再去管它，就直接看它的什么，看它的那一个对角线矩阵好，那这个对角线矩阵很明显就是说呢，那因为原则上它要收斂，就是1减去 alpha 的 lambda I 一定要小于1，我希望它把它那个能够收敛因为这个等于1的那块我们就先不考虑了，我就来看这一块。所以这个情况之下，就它必须怎么样？ alpha 值就必须要把它展开，就负 alpha lambda I 就要落在0跟负2之间。好，那这个就可以算出这个 alpha lambda I 小于2，出来了。所以 alpha 要小于 lambda I 分之2，所有的 I 都要成立 I 从1到 n， 所以呢就取最大的当分母，这样这个值是最小的，小于它，有没有？这是个简单的一个数学逻辑而已千辛万苦终于可以找到 alpha 小于 lambda maxima 分之2，就是说lambda 1到 lambda n 里面我取那个最大当分母因为它每一个都要小，所以取这个最小的来小是最好的。好，那这样就没问题了。所以我们就举了一个例子来看一下啦。好，这个也是我随便造了一个例子。好了，随便造个这个例子有没有？好，它是2阶，那其实它就是我就前面就不要了，一次的这样的不要，就故意造这个例子给你们看。好了，然后你可以看到呢，那我去求它的时候，我发现它的 lambda 等于1， lambda 1等于1， lambda 2等于2，那取它们的 maxima， 就等于是1分之2跟2分之2，当然是要取那个比较小的那一个，所以最后你会发现呢 lambda 值要怎么样？要小于1。那好了，那我们这个时候就 we can find that 找到什么现象？这个后来我就比较偷懒，我就没有再用那个 MATLAB 去模拟了就说以这个式子来看，它其实是个椭圆嘛。好，那你发现从这个值就开始往，假设这是我的 x1， 那你发现呢 lambda 等于 0.5 的时候是比 alpha 小于 0.5 小于1，它会收敛，咻咻咻，这我故意画的图那偷懒我没有用 MATLAB 去跑了告诉我们说 alpha 小于 0.5 的话，小于1的话，它从 initial value 开始认到后来都一定会收敛到那个极小值去。好，那如果说你故意造一个 alpha 大于1，就发散了。好，这个是故意造一个图给你们看，它就发散了，就散开了。所以就告诉我们说，原来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到目前为止，各位就晓得原来这个 steep descent 有一个最负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最负方向的那个就是它一个最负方向的那个学习的方向。好，那就是我们的 delta W， 但是前面还有一个 alpha 值
阿尔法值的话，就是必须要找出怎样它的那个 performance 方向 performance function 用二阶逼近那一个什么那个 Hessian 的那个 eigenvalue， 那个 eigenvalue 就决定怎么样，决定我们的什么，决定我们的那个 learning rate 到底多小，就可以让我们这整个学习用 steep descent 的这个 learning algorithm 里面的那个阿尔法值跟找到我们的那个最后方向的那个整个设计呢，就可以发现它就可以一直可以学到它真正的这个 terminal point 啊，就让我们整个那个最佳的位置可以找出来。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啊，一个完整的数学学习告诉各位这样的一个状况哈。好，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好，那么简单，我们再花大概1个多小时一点点呢，就把这整个很重要要学习这个 big propagation 之前的那个预备的数学知识呢，全部都把它讲完了哈。那当然，正规来讲的话，还要再补强线性代数，正规还要再补强一点工程数学哈。那正规化还要再补强一些这个最佳化理论嘿。但是如果各位同学没有时间的话，我想听完我这一节课，你们大概就可以有能量往后学习，往后学习，因为最后你们还是会去programming 那个 big propagation 的这一个演算法。那甚至我们后面会有一章利用那个 TensorFlow 直接来 implement 这个什么 big propagation， 让各位怎么看到或怎么 implement 出来这样的哈。那这些简单的数学概念还是希望有哈。好，那我们呢这一章呢就先到这边结束哦。那后面的章节呢再请同学呢继续来学习这样哈。好，先结束。